如果问世界上哪个皇帝的陵墓最难挖，那么毫无疑问就是我身后的武则天和她的丈夫唐高宗的乾陵。她的陵墓被冷兵器时代的刀剑劈过，被热兵器时代的机枪大炮轰过。1200多年中，有名有姓来到乾陵的人就有17位之多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动了40多万人，把乾陵所在的梁山几乎都搬走了一半。然而时至今日，乾陵依然还是恪守尽忠，在保护着武则天和她的丈夫李治的遗体。历史上呢，汉武帝的茂陵被搬空了，唐太宗的昭陵被扫荡了，康熙大帝那就更不用说了。为什么单单武则天的乾陵可以独善其身，无人能动？这事呢，还得从修建乾陵的时候说起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乾陵呢，是位于陕西省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，修建于公元前684年，历经23年的时间才基本完工。从乾陵东边往西边望去，你会发现梁山呢，它就像一个女性的躯体躺在大地之上，北边为头，南边2峰呢为胸。很多人都会说，它就是女皇武则天的象征。唐时期的堪舆家一致认为，梁山呢有利于女王，所以女皇武则天便把梁山选为丈夫唐高宗和自己100年后的万年寿域。唐高宗病逝以后武则天就找来了大术士袁天罡和李淳风，要他们为皇上呢选址风水宝地。两人回到皇宫复命的时候都说自己把风水宝地选在了梁山之上。武则天就派使臣去查看，到了梁山岭袁天罡说他呢在这里埋下了一枚铜钱，李淳风则说他在这里定下了一枚铁钉。抛开山土，李淳风的铁钉刚好就扎在袁天罡所埋的铜钱方孔之中，在场所有的人看的那是目瞪口呆。于是呢，武则天便把陵址呢就选在了梁山上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乾陵的所在地。沿着我们现在的这条路呢，一直往上走，就是武则天乾陵的入口了。乾陵呢，在修建的时候正值唐朝的鼎盛时期，国力特别充沛，所以它的陵园呢也非常的宏大，仿照呢唐昭陵的形制。陵园呢也是仿当时唐朝都城长安的这种格局来营造的，分为像皇城、宫城，还有外面的郭城。其南北的主轴线就长达4.9公里，总面积大概有4个故宫那么大。里面的宝贝呢更是不计其数，但是最让人惦记的就是那样国宝，叫做兰亭序。里面有这么多宝贝，肯定会有人过来惦记它，所以当时就来了第一个盗墓者，他的名字叫黄巢，带了40万大军，在上面挖了半天，啥也没挖到，没有找到武则天墓室的入口。现在我们带你去看一看当年黄巢所挖开的那个地方。当年第一个来盗墓的黄巢，大概呢带了40万人，就在这个地方找了1个多月都没有找到乾陵地宫的真正入口，最终呢也只能够无功而返。但是呢，又来了第2位盗墓者，他的名字叫做温韬。这个人在挖乾陵之前呢，他已经挖掘了17座唐代的皇陵，只剩下我身下的这个乾陵没有挖了。但他也跟黄巢一样，派了数万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开始挖掘乾陵。不料呢，每一次上山，立马就是乌云密布，狂风大雨。但是人马一测，天气又转晴了。所以温韬实在也想不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呢也不敢再继续挖下去。乾陵之死呢就逃过了第2劫。最危险的时候呢，其实是第3次。这次呢出动的不是40万大军，而是一个现代化的整编师。盗墓的工具也不再是以前的锄头铁器，而是开山辟石如切菜一样的机枪大炮。主谋就是民国时期的孙连仲。当时呢，他带领部下来到梁山，在这边探明了墓穴的大概位置之后呢，就用黑色的火药炸开墓道，正准备要进入时，据传说洞口呢突然就冒出了一股浓烟，盘旋而上，成为了龙卷风。顿时天昏暗地，飞沙走石，冲在最前面的7个士兵立即吐血身亡，其他人也吓得不敢再继续挖了。就这样，乾陵又躲过了最后一次劫难。那为什么这个乾陵这么难挖呢？到了建国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答案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几个农民无意当中在我的这个附近发现了乾陵的墓道口。
1960年，陕西省呢就成立了乾陵发掘的委员会，开始发掘乾陵地宫的墓道。发掘显示呢，乾陵地宫墓道啊，在梁山主峰东南半山腰的地方，由浅壕和石洞的2部分组成。浅壕深17米，全部呢是用1.25米宽0.4到0.6米的10条填塞。墓道呢是呈一个斜坡形，全长有63.1米，南宽北窄，平均宽呢3.9米，共39层，大概用10条8000多块呢。所以10条之间呢，再用燕尾形的腰铁拉固，再用融化的锡铁浇灌，与10条融为一体。如此坚固的陵墓，即使真的找到了入口，也不一定能够打得开。另外呢，考古工作者呀，在乾陵周围也开始发掘，并没有找到盗洞和被扰乱的痕迹，从而证明乾陵是目前未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墓。现在知道武则天的陵墓到底为什么挖不动了吧？关注阿波，下个视频带您走进西安的大雁塔。